Observation 1 2009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一个沉重负担。由于政府债务和赤字的失控，希腊被迫实行紧缩政策，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这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失业率飙升，而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和罢工。希腊的悲剧凸显了经济共同体内部财政纪律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Observation 2 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一决定震惊了全球。随后的几年里，英国政府与欧盟之间的谈判陷入焦灼，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英镑汇率波动剧烈。脱欧派声称可以收回国家主权和控制移民，但实际上英国面临着贸易关系的重建和经济前景的不明朗。脱欧的混乱展示了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退出时可能遭遇的困境。Observation 3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重新谈判在2018年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批评 NAFTA 导致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并要求重谈协议以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进行。在经过多轮紧张的谈判之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新的协议。这个过程中的摩擦揭示了经济共同体内部贸易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Observation 4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这造成了该共同体内部的不少问题。例如，较发达的成员国担心自己的市场被较不发达国家的廉价产品淹没，而后者则担心自己的劳动力市场被邻国的技术工人占据。这些经济利益的差异导致了 ASEAN 在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方面进展缓慢。Observation 5非洲联盟 AU 有着建立单一市场的远大目标，旨在模仿欧洲联盟的成功。然而，面对诸多挑战，如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极端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非洲联盟的雄心并不容易实现。例如，虽然非洲大陆自贸区 AFCFTA 的建立被视为一大进步，但成员国间的经济政策和立法标准却难以统一。非洲联盟的努力展示了发展中经济共同体在推进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挑战。Observation 6在1999年，欧洲联盟迈出了一大步，推出了共同货币欧元。然而，欧元的使用并没有给所有成员国带来预期中的稳定，特别是希腊，在2009年爆发的债务危机中，欧元的单一汇率政策限制了希腊调整自身货币政策的能力，无法通过贬值来恢复出口竞争力，加剧了经济衰退。欧元区的货币危机使得人们对经济共同体内部一刀切的货币政策产生了质疑。Observation 7南美洲共同市场 Mercosur 以其农产品出口而闻名，尤其是大豆。但在2000年代中期，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关于大豆出口的竞争激化。阿根廷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提高了大豆出口税。这一政策虽然短期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长远看却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减少了他们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场大豆战争反映了经济共同体内部成员国之间利益冲突的一个侧面。Observation 8新西兰作为一个农业出口大国，在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共同体关系中遇到了挑战。2001年，澳大利亚面临奶制品行业的重组，新西兰的奶制品巨头想要收购澳大利亚的一家奶企，但引起了澳大利亚国内的强烈反对，担心影响到本国奶农的生计。这个事件凸显了即使在经济共同体内部，成员国之间在关键产业的保护上仍然存在显著的分歧。Observation 9加勒比共同市场 CARICOM 在2000年代初期面临一场挑战。当欧盟改革糖业政策，减少了对加勒比国家糖的优惠关税时，这些国家的糖业遭受重创。加勒比国家长久以来依赖这一优惠政策，而突如其来的变动迫使他们必须重新评估经济结构，寻找新的出路。这一变化不仅对糖农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也给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 View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共同体这个词语不仅代表着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象征着复杂的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从欧洲联盟 EU 的深度一体化到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的友好协作，经济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新的经济地景。这些共同体旨在通过消除贸易壁垒、统一市场规则，甚至采用共同货币来增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依赖。然而，就像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既有其光鲜的理想，也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预料之外的问题。在理想的蓝图中，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源共享看似是走向繁荣的直径，但现实的挑战却是曲折复杂的迷宫。以欧洲联盟为例，它不仅促进了会员国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也在欧洲大陆上留下了坚固而有力的经济印记。但是，欧元区危机、英国的脱欧等事件，又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共同体内部分歧和协作的脆弱性。我们将继续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各国会选择加入经济共同体？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挑战？我们会聚焦于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希腊债务危机对欧盟的冲击，以及非洲经济共同体如何在成员国间平衡发展不均的问题。通过故事化的叙述，我们将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共同体的双刃剑效应，并探讨他们如何在全球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某些情况更为复杂，例如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构想是在一个多样化的大陆上促进统一，但面临的挑战却是多方面的。非洲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悬殊、基础设施的不足和政治稳定性的差异，都是这一梦想实现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难题。正因如此，经济共同体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也不得不应对成员国之间利益冲突导致的摩擦与分歧。让我们再次回到欧洲联盟。成立之初，它的目的是在2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和平与繁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不仅要处理经济问题，还要协调成员国间的政治立场。比如在移民政策和财政预算上，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有时会导致整个联盟的决策陷入僵局。在探讨国家为何采用经济共同体政策时，我们不得不提到全球化的影响。国家通过联合其他国家的力量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但这一策略的背后，也包含着放弃一定程度的国家主权。成员国必须在自主权和共同利益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那么，经济共同体究竟是一种互利的进步，还是一场互害的博弈呢？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经济共同体的确为成员国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市场扩张的机会，但同样也可能使一些国家陷入外部决策的依赖，并在危机时刻暴露出内部的脆弱性。这就像是一场赌局，每个参与者都在权衡自己的筹码，试图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赢得最大的利益。在经济共同体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并实践之前，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各自的经济挑战。以欧洲联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为例，它成立于1957年的罗马条约之后。在那时，欧洲正试图摆脱第2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各国经济疲弱，急需重建。战后的物资短缺和基础设施的毁坏导致了生产力的严重下降，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使得经济复苏的步伐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下，6个国家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西德决定联合起来，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加快复苏的脚步。他们取消了彼此之间的关税，建立了共同的外部关税，以保护内部市场免受外部竞争的冲击。此外 ，EEC 还推行了共同的农业政策，以稳定食品价格和供应。这对于战后饥饿的欧洲来说是一个切实的需求。但实施这些政策并非没有挑战。例如，共同农业政策虽然一开始有效地保护了欧洲农民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也导致了过剩生产和高额的补贴开销。另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
也为政策实施带来了困难。比如，较为发达的国家担心，他们可能需要为较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买单。尽管如此，经济共同体的确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比如消除关税壁垒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大幅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人员的自由流动让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这对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都是有利的。正是这些早期的经验，为后来欧洲联盟的进一步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从单一市场到共同货币欧元的引入，每一步都在试图让成员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个过程中也饱含着争议和挑战，但它无疑为其他地区的经济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Analyze. 经济共同体作为国家间深化经济合作的一种形式，对社会发展及普通人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其优势在于，通过降低或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可以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性，从而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生产效率。这通常会导致商品价格下降，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更多样化的产品。此外，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吸引外部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从而加速社会发展。然而，经济共同体也可能带来一些弊端。一体化进程中，经济较弱的成员国可能会面临外来企业的竞争压力，本国的小型企业和农户可能难以生存，这会影响到这些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时，经济政策的统一使得成员国失去了一部分经济自主权。当共同体内部出现经济危机时，会迅速影响到所有成员国，增加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对普通人而言，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例如，在欧盟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让居民可以自由在成员国间迁移、工作、学习，但这同样也意味着，当某个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其负面影响也可能波及到普通人，如生活成本的上升、社会福利的减少等。因此，经济共同体对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带来的是一种双刃剑效应，其利弊往往并存。